即将进入幽冥界时，灵觉忽地跳动了几下，让李长寿立刻摒弃杂念。屠老大传递来这般讯息：大徒弟来了，似是有要事要寻你，正放出仙识探查你踪迹。李长寿精神一振，大法师，玄都城那边没事了。自己刚好想着本体躲起来，大法师就回到了洪荒天地，这简直就是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啊！按太极图的指引，李长寿在幽冥界边缘东拐西拐，找了半天才发现一团迷雾，主动散发出自身的气息。熟悉的嗓音响起，迷雾散开少许，其中露出一张人脸。这面容不俊不奇，却自成韵味，十分耐看。不是玄都大法师，又是何人？李长寿连忙现出本体，本体此前就已经躲入其袖中的指道人。此时，大法师左右看了眼，才对李长寿的指道人招招手，示意他进入迷雾之中。怎么感觉跟做贼似的？有3件重宝在，且太极图主动辨认出的大法师身份，李长寿心底自是深信少疑，只是象征性的保留了最基本的3成怀疑态度。李长寿全神贯注地进入迷雾，顿时感觉自己与天地间的联系减弱了大半。大法师轻轻松了一口气，低声道：长寿，你这化身是怎么发现为兄的？为兄这次是偷跑回来，可莫要对老师提起。师兄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日。大法师淡定的一笑，本想着最近地府发生了大事，在这里蹲一蹲，8成能撞到你，没想到你此时藏袭匿迹已经如此高明。不对。大法师嘴角的笑意渐渐收敛，皱眉问：屠老大莫非在你这儿？李长寿满脸单纯无害，手一摊，太极图、玄黄塔、乾坤尺缓缓浮现。屠老大的冷哼声在这师兄弟2人心底响起。大法师淡定的一笑，却是气度不减，淡然道：你所见都是幻觉，贫道以梦境大法而来，此身不过虚影，打扰，告辞。言罢转身就要开溜，却被太极图飞出的2缕阴阳气息给缠绕着拽了回来。屠老大骂道：你真以为能瞒得过老爷？有事说就是了。塔爷和乾坤尺在旁边乐呵呵地看着热闹，大法师顿时一阵苦笑。少顷，李长寿与玄都大法师左右端坐，太极图在2个人的头顶缓缓盘旋。大法师道：见你最近沉稳了许多，也能独当一面了，为兄心底甚慰。此次我回来其实只是路过，其实是有一事要提醒你。李长寿有些无力吐槽：感情我方圣人以下最强战力，以坐镇玄都城的名义遨游3000世界找乐子，他们几个师弟师妹差点跟圣人打起来喂。李长寿揉揉眉心轻叹：师兄有事尽管吩咐，若无师兄，就无今日之长寿。师兄与我并非只是同门师兄弟这般。莫要这般煽情，我也沾了你不少光，不然哪能此时这般轻松自在。大法师摆摆手，明显是有些犹豫。看脸头顶的太极图，又在周遭散开了一层仙力结界，这才道：冥河老祖不一定便是真的死了。李长寿眨眨眼，总感觉师兄在没话找话。师兄，当年不是你亲手除掉的冥河老祖吗？我不过是凭借咱们人教至宝勉强压制住了冥河老祖罢了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我倒是一直都知晓，修罗族存了再次召回冥河老祖的打算。你近来频繁在地府走动，又不断靠近血海，为兄还是想着及时提醒你一句为好。李长寿禁不住苦笑了一声，被玄都大法师的话语吓出了少许冷汗。师兄您放心，我定会小心行事。大法师满意的一笑，又道：对了，我听消息说长寿你此前本该积功德，最后却被雷劈了。我不是说才几天呢，这就
传到天外玄都城去了？大法师见李长寿有些懵，笑道：近来玄都城诸事平稳，为兄前2日出玄都城溜达，凑巧听到这般传闻。你果然是在到处旅游啊。哦，确实是这般，而且已经是第2次了。哎，师兄莫非知道缘由？大法师目中划过了少许回忆之色，反问道：你可是想凝聚功德金身？这有不对之处吗？若无必要，最好别聚。大法师语重心长：此时压住你功德的8成是咱们祖师，而非天道。功德金身虽好，就如免死尊牌一般，可长寿，你此时仔细想想，当真需要这般金身护命？功德金身有一大弊端，同时也是它珍贵之处，便是与天道的密切关联。你的道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天道影响。李长寿皱眉凝思，目中略微有些犹豫。他自是信大法师的话，但是努力如此之久的功德金身，那师兄，我这一身功德又作何用？你可以修到停滞不前时，再凝聚功德金身，用来祭炼法宝也不错。若你的功德足够凝聚功德金身，自然也就足够祭炼极品功德灵宝，看你如何选了。李长寿不由若有所思，大法师笑道：行了，见你安然无恙，为兄心底安宁了，这就回玄都城中镇守。哎，说起来玄都城哪里都好，就是缺了一面镜子。李长寿打趣道：哈哈，大法师没有地方欣赏自己的英俊面容，确实不美。大法师眨眨眼，李长寿略微有些不解，对着大法师眨了回去。太极图轻轻旋转，大法师站起身来，背负双手，给了李长寿一个你快点懂的眼神。缺了一面镜子，缺了一面直播铜镜。大法师这一次回来是为了找我讨一个直播铜镜消遣用。李长寿不禁一笑，他刚才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去想，毕竟铜镜系统还不完善，单单是从幽冥界发信号回天庭就要损耗不少仙力，从天庭接收信号去无比遥远的玄都城根本不可能实现呐。李长寿在怀中摸出了2只铜镜，笑道：师兄，天庭最近流行这种款式的铜镜，可惜它的主要功用只能在天庭附近使用，不过当做普通铜镜为师兄整容整衣冠也是颇为不错的。大法师面露恍然，又不免有一些失望之色，将铜镜接过去一阵把玩。李长寿心底念头一动：师兄，我刚好有一件要事要去找后土娘娘商谈，师兄不如一同前去6道轮回盘内。既如此，玄都大法师保持着高手风范，缓缓点头。为兄就勉为其难答应了。不过咱们不能耽搁太久，老师命我镇守玄都城，我还是要早些回去才是。李长寿含笑点头，起身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涂老大轻哼一声，这一次落归玄都大法师的掌心，对2个人传递灵念：莫要玩耍的太久，老爷责怪起来，我定不会帮你说半句好话。大法师对李长寿挤了一下眼角，李长寿却是一脸无奈的扭头叹气：这个师兄果然是闲着无聊跑回来耍的，早来半个月该多好啊，对于那个西方教肯定能够轻松很多的，说不定道门都不用元始天尊现身。长寿，后土娘娘那边有何事？后土娘娘想让气情化身转世历练一番，看看繁华世界，以全他们本性。还有这事？那为兄就姑且多逗留几日，免得你办事莽撞，出了差错。多谢师兄相助。小事小事，这理由当真不错。与此同时，小琼峰地下密室，哼着轻快的小调，坐在山体密室的书屋内，
不断归类整理一只只玉符的灵娥，心情显然是颇为愉快。乾坤突然就出现了细微的波动，小琼峰上大阵未动，渡仙门各处毫无察觉，但灵娥的面前突然就多出了一只朱红色的方盒。灵娥愣了一瞬，又立刻跳将起来，纤柔的身子撞在墙上，手中握住10多支淬毒法器，就听得一声轻笑在灵娥耳旁响起：“你就是长庚的师妹？莫怕，贫道答应给你师兄一点玩意儿，懒得去寻他，就放在此处了。”前辈。灵娥迅速地镇定了下来，对着前方做了一个道揖。她自然明白，直接忽略师兄布置的重重大阵，将一物毫无征兆地放到自己面前，这般人物要是想害自己，自己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。灵娥忙道：“不知前辈可否留下名号，我也好对师兄有所交代。”贫道通天，你云霄姐姐的师傅。灵娥元神瞬间就僵住了，又听到那清润的嗓音道：“心性不错，是个不错的小姑娘，考虑考虑是否来贫道碧游宫修行，想来就让你师兄送来。走了。”这嗓音渐渐飘远，那声走了落下时已是完全消失不见。灵娥愣愣地站在那儿。刚才那是圣人？认真的说，还是师兄的嗓音更好听一些。灵娥眨眨眼，看着压在玉符堆上的木盒，长久地回不过神来。轮回盘内，3两身影对坐，玄都大法师抱着胳膊不断地点头，但是开口的一直是侧旁的小师弟。大法师也有些感慨，他算是眼睁睁地看着李长寿一点点地代替自己成为人教化使者。他是亲眼所见，李长寿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今天的位置，成为天庭玉帝最信任的仙神，在圣人面前侃侃而谈，深受后土娘娘几位圣人老爷信任。若回想过往，一切似乎都起源于南海海神教。一个机会改变一生这种事，在李长寿的身上诠释的是淋漓尽致。但把握机缘需要付出多少努力，同样能在李长寿身上得到答案。不过大法师可以确定，自己才是老师最喜欢的弟子。大概是吧。后土娘娘与七情化身告别完，草环被后土娘娘用大神通封印交到了李长寿手中。娘娘的目光有些不舍，仙指轻柔地划过草环。李长寿道：“娘娘，我有意请圣母出手，塑造一个完美的道躯，而后通过轮回塔将小爱他们转生过去。”后土微微皱眉，轻声道：“此有为轮回之道，万千生灵本应相同，不应因我而有特异。”娘娘不必担心，铁则之下当存变通，不然一潭死水何来活性？且此事并非全因娘娘之大德，七情化身都有莫大的神通，非道心坚如磐石者不能抵御，断然不能如普通生灵那般转世。娘娘放心，此事我已经提前得玉帝陛下准许，稍后于轮回塔处给出转世魂魄，便去圣母宫中。有师兄在旁护送，我也会处处小心，请娘娘放心就是。后土露出了几分浅浅的笑意，轻轻颔首：“多谢你了，长寿。”李长寿突然被点了一下本名，略微有些猝不及防，低头将草环放入一只玉盒内，收入怀中。“娘娘，喊我长庚吧。”后土目光更温柔了一些。接你师父魂魄归来时，不小心见到了些许记忆碎片，并非有意窥探。对了，奇缘道友的魂魄在此地否？李长寿面色一暗，不知怎么当着大法师的面儿，莫名就有些鼻尖泛酸。片刻之后，大法师与李长寿在那口宝池旁负手而立，看着水中上下漂浮的几颗金色光球。大法师轻叹一声，对着宝池做了一个道揖，温声道：“如此也不错，能投胎转世重修一回，
总比化作枯叶凋零了强。师父本就在劫中，天意难为啊。大法师担心李长寿锐气受挫，鼓励道：天意难为，并非无法为。天道以万灵万物为基，在万灵万物同时推动下，朝着一个方向演变，此正是大事不可改，小事由心算之理。李长寿细细品味，谢师兄指点。再过几十年，我可能就指点不动你了。万物均衡，限制天道。长寿，你走上这条路，注定是要跟天道一争，但如何争，争多少，却是由你而定，不必因此给自己太多压力。莫要忘了，你终究也只是天地间的生灵，一切随心，与道而行，自然随意，方得始终。所以说，这就是大法师您想翘班就翘班的理论支持？李长寿在旁拜谢，将这些话都记下来。两个人在池边待了一阵，又在六道轮回盘边缘溜达了片刻，方才出了六道轮回盘，赶去轮回塔。